现在欧盟药品管理局已经开始调查丹麦诺和诺德药厂开发出来3个有关肠泌素的药。肥胖的人肠泌素分泌不够，还要靠瘦瘦针来补充吗？反而是减肥用料的浓度比较高呢？凯特，你之前跟我讲的瘦瘦针快闹出人命啦！你是说国外通报那3起有自杀念头或自残念头的案例哦？对啊，太可怕了！只是想减肥去打针，打着打着就让人想自杀，这不是很可怕吗？的确，不过我看新闻说，药品仿单已经将可能会导致自杀念头的副作用列在其中了，不是吗？我上网查过仿单，台湾的仿单的确有出现这样的字眼，上面写着因监测忧郁症是否变得严重，会有自杀意念或行为，如果有的话要立即停药。但一般人哪会认真看仿单啊？密密麻麻的一堆字。况且我看新闻说，目前欧盟药物的产品资讯并未将自杀率为副作用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台湾的仿单有，英国的我查过也有，欧盟怎么会没有？现在欧盟药品管理局已经开始调查丹麦诺和诺德药厂开发出来3个有关肠泌素的药品。如果仿单已经写了，又怎么会调查呢？或是这也不是仿单列明了就可以解决的事？说的也是，毕竟这种自杀的副作用可不是恶心、呕吐、拉肚子这种小症状，而是关乎人命的事，欧盟是不可能不注意的。我只是好奇，你之前讲过，人体只要摄食就会产生瘦瘦针模仿的成分肠泌素，以刺激中枢神经，传递饱足感。这么容易产生的荷尔蒙，难道肥胖的人肠泌素分泌不够，还要靠瘦瘦针来补充吗？那是因为人体内还有一种蛋白酶叫 DPP4，它是体内一种丝氨酸蛋白酶，广泛分布在体内，它有许多功能，其中之一就是与葡萄糖的代谢有关。DPP4 会快速分解肠泌素，造成肠泌素浓度降低，饱腹感消失，人们就会想吃东西。而根据多篇研究指出，肥胖者的体内 DPP4 释放量跟活性都比较高。肥胖的人或糖尿病患者因为要抗拒食欲，或者是诱发胰岛素分泌以便降低血糖，所以才要靠瘦瘦针之类的产品来增加体内肠泌素的浓度。肠泌素是1932年比利时生理学家巴尔所发现的，他起初定义这种肠道激素能够帮助胰岛素分泌，所以将这种激素命名为肠促胰岛素，并认为这种激素可以治疗糖尿病。当今的糖尿病的药物发展也一如巴尔的预期，但是巴尔一开始预期肠泌素将发展为糖尿病用药，并没有得到响应，甚至发现胆囊收缩素的艾维还在1939年之后发表了3篇研究，认为肠泌素不太可能存在。他这样的观点既没有受到挑战，还得到附和，所以肠泌素应该不存在的概念也就持续了25年之久。1960年之后一个能够测定体内微量成分的放射免疫分析法 RIA 被发现，导致了生物医学的大跃进。各个实验室开始针对体内的微量成分做定量。4年之后，美国和英国分别研究发现，口服葡萄糖比注射葡萄糖更能够刺激更多的胰岛素，也就是说，通过肠道的口服葡萄糖一定是启动了某个肠促胰岛素的因子，所以大家就发现了巴尔发现的肠促胰岛素可能是真的哦，因此便重新开启了科学家对肠泌素研究的兴趣。我知道这个分析法，这个发明 RNA 分析法的科学家团队还因此得到1977年的诺贝尔医学奖，可见这发明有多么重要。如果没发明，不晓得还要埋没多少重要的技术呢？对威廉，考你一下，我们高蛋白减肥那一集讲过肠泌素的功能，你还记得多少？肠泌素的功能除了能够刺激大脑中枢神经的下视丘产生饱足感，不容易饿，还能够减少肠胃蠕动，拉长胃部排空的时间。更重要的是，它能够刺激胰岛素分泌和抑制升糖素，进而调控血糖。不错，记得很清楚。威廉，你在药厂也做过很多年的药品分析员，既然知道了瘦瘦针有让人家产生自杀念头的副作用，想必你对肠泌素怎么变成减肥药也看过不少资料吧？说来听听吧。我在药厂工作的那段时间，还没有任何药厂开发这方面的药，直到2005年，美国 FDA 才批准第一个模仿肠泌素功能的合成物艾塞纳肽，药名叫降尔糖，是给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用的。而瘦瘦针或瘦瘦笔的成分利拉鲁肽也是一种肠泌素的类似物，它是丹麦诺和诺德药厂开发的。2009和2010年相继取得欧盟和美国的批准。它用在肥胖患者身上的药名是善千达，
药厂是利用基因工程技术，让酵母生产肠泌素的类似物，所以这种药需要冷藏。而利拉鲁肽开发出来的药，本来是用于糖尿病患者，帮助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，但因为也让糖尿病患者的体重减轻了，所以转而研究利拉鲁肽是否也能用在肥胖者身上，逐渐开发出像善千达这样的瘦瘦针。而现在最红的索马鲁肽与肠泌素的相似度高达 94%， 唯一的差异是其中以氨基酸串接的多生态有2个氨基酸不同，并且它的半衰期有7天，所以可以开发效力长达1周的针剂。索马鲁肽是2012年同样由诺和诺德药厂所开发的，药名是胰妥赞，用于第2型糖尿病，而浓度较高的 Wegovy 则是用于减肥。它们都是用来替代利拉鲁肽的长效替代品。像马斯克最近瘦了1圈，他自己就说 Wegovy 也是他的瘦身秘诀之一，连英国的前任首相鲍里斯都说他有在打 Wegovy， 只是鲍里斯却透露打这瘦瘦针并没办法阻止他半夜翻冰箱，可见也不是每个人打瘦瘦针都有效果。以上这些药都是处方用药，不管是肥胖者还是糖尿病患者，都需要经过医师诊断后才能使用。是哦，怎么反而是减肥用料的浓度比较高呢？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更要精确，血糖太低也不行，会有昏迷休克之虞，所以这肠泌素的类似物浓度也不能太高，有导致患者血糖太低的风险。因此后天的糖尿病患者要治疗肥胖时，一定要主动告诉医师自己的糖尿病病史。其实法国以前就有生产一种减肥药叫 Acamplia， 因为会产生自杀念头，就直接撤出全球市场，可见会导致自杀念头的副作用可不能等闲看之。不过 Acamplia 那个比较严重，竟然有 1% 的使用者会产生自杀的念头，有 10% 的人会出现忧郁的状况。它这个药的原理跟肠泌素有关吗？完全不同，那是另一种跟体内叫大麻素受体有关的减肥药。其实关于瘦比善千达的成人临床试验，在3300多人中服用善千达有9人产生自杀的念头，占比是 0.27%。服用安慰剂1900多人中却只有2人有自杀的意念，占比是 0.1%。感觉这个2.7倍的量也不是低到可以完全忽视，难怪他的访单还是有标明自杀念头的危险。而在儿科的临床试验中，125名受试者有1名自杀死亡，这个唯一死亡的案例，如果真的跟善千达有关，那距离 Acamplia 的 1% 死亡念头几乎差不多。而且还是真的致死呢，所以现在欧洲药品管理局已经表示，从7月3日要开始对诺和诺德生产的这几款药物展开调查，并要评估150份可能有自杀或自残案例的报告，大概预计会到11月份得出结果。减肥这种事啊，还是得靠饮食跟运动比较长久。只是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，有些人不寻求治疗，就是没办法克服肥胖。而这副作用的问题这么繁复，大概也只能靠医师帮患者把关吧。反正我的鲔鱼肚再怎么大，也不可能去打针。想到每个礼拜打1针，又贵又痛，那我宁愿不吃白饭。你说的哦，你不瘦鲔鱼肚，我就拖你去打瘦针。